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道道都好吃餐餐陪住您的全球百年酱料品牌李锦记联合冠名播出。厨王拼手艺，周转看实力。本节目由实力大品牌杜小满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常州近邻景洪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大力支持。结果是3:0:0，获胜者是花莽莽大厨。恭喜恭喜！我没选苏老师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他的主菜里没有吃到玫瑰的味道。表达的太多了，鹅肝慕斯啊、乳扇啊，还有它这个浓厚的酱汁啊，掩盖了玫瑰花的清香的味道。玫瑰菌跟玫瑰花风马牛不相及了，里面几乎没有吃到任何玫瑰花，也没有吃到玫瑰花的香味，跑题了。可能因为我这次没有做到极致，它不是一个100%的我的东西上去的。我选这个的原因，我觉得首先是好吃，二一个卖相很好看，每一道都很精致。我觉得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他们一定是喜欢的，这是我的理由。我是觉得3号它有多种选择嘛，就是你花园有不一样的方式去让我们去品尝，所以会感觉在吃的时候会有更多比较不一样丰富的味道，可以一层一层去发掘。第一道它是用了一个比较冲的百香果，既有酸酸辣辣的，玫瑰花的碎末在里面，有明显的玫瑰花的香味。慢慢的它往下走，是一个玫瑰片，把那个脆感，把那个玫瑰都提起来了。然后到了第3碗，它用红菜头做一个玫瑰泡菜，味道里面还浅浅的能够品尝到玫瑰花的味道，所以它这个菜的成功，玫瑰花的主题表达出来了，做得很好。好，谢谢。客气，哎，太客气，太客气。算是把这口憋着的气松了下来。之前一直真的想争下这一个名额。我有点懵，他做的东西我还没搞懂。我觉得胜之不武，没关系啊，下次碰他，把他干了就好了呀。直接把他干了。还不该点吗？结束了吗？你怎么搞的呀？你怎么搞的呀？你怎么放手把人家上来了呢？对啊。淘汰对于我们来讲，这没有什么害羞。我作为一个米其林厨，你还打不过一般的厨师，你就丢脸了。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说法。我们做菜啊，是用一个平常的心去面对好和不好。来了。加油！这组是做三黄鸡，终于是简单的食材了。越是这种家喻户晓的食材，越难做得很惊艳。当时我看到三黄鸡这个食材，我觉得它虽然很常见，但是要把它做得很好，我觉得很难。越简单的食材，其实能展现更多味道和传承的烹饪，所以我会选择。好好吃。既然你这么真诚，有这么自信的，我就接受你的挑战吧。唐师傅是我很尊重的一位前辈，是一位很厉害的厨师，在欧洲是领军人。我姓唐，名叫志威，我来自马来西亚。我2001年去当大厨，然后的话，2013年就帮公司拿了1颗米其林，也是第1颗。那时候整个欧洲里面只有我一个华人厨师拿到这个米其林。大师他是在海外的知名度比较高。哈卡桑你们听过没？哈克桑是被公认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中餐厅之一，是伦敦的美食地标。如果你在欧洲，你提起中餐厅，最早想起的就是哈克桑。他是当时的哈卡桑的这个集团的行政主厨，前后陆续拿过7颗米其林星星，一共。英国第一位华人厨师在中餐厅里面拿到1星的。哦，那就厉害。对，很厉害。
所以你是做中餐大概做几年了？哦，我应该从这行40多年。从事厨师这个行业，这是我外婆的影响，因为我外婆本身是客家人，所以外婆会烧了一个客家菜，蛮香的，无形中激发了我将来长大之后我要做厨师。您一直在英国工作吗？啊，现在在英国自己开的餐馆。我觉得在国外吃中餐就是家乡的味道。对，而且对旅游很重要。我只要打开社交软体，第一个找的就是中餐啊，中餐。对我来说啦，一个礼拜吃西餐真没办法，一个要把我们吃多肥啊，真的这样。所以找中餐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在那边拿下这个米其林，让我们中餐都可以吃到，真的是太开心了。我们把中华料理带去国外，就是说以前的是粤菜，现在的话就是说很多川菜啊。之类啊，湘菜啊，都已经在国外的话，就是开始已经发展。因为我太久没有回来了，有7、8年没有回来。这次回来的话，希望可以更多一点厨师交流，尤其现在我看到国内蛮多的年轻的厨师蛮优秀的，我都希望带更多的中餐的元素带去国外的话，希望可以发扬光大。是，给外国人知道我们在全世界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团结一条心。对。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美食非常的棒。是，中华料理上下5000年历史，我们很多菜肴都是从祖国中国这里出来的。虽然我是海外华人，这次回到祖国，就是说回到中餐的老祖宗。这次我选到了谭老师，他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师。我跟谭老师有一样的想法，就是做中餐的传递者。所以说，我想做一些有传承、有味道又有故事的菜品，那就想到我的家乡中国台湾，所以我选了三杯鸡嘛。做这道菜的话，其实它本身的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因为说真的，这道菜我在澳洲住了20多年，每次一回家，我母亲第一道菜品、第一桌就是做三杯鸡。它不仅是我童年的味道，其实也是海峡两岸同胞的一个共有的味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有一次去江西玩出差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三杯鸡它源自于江西哦。对我来说，只有味道可以延续，大家的记忆才会都一直出来。所以我要做一些有记忆、有味道家乡菜，然后同时呢，我还会给一个 surprise， 待会你们可以尝一下。最喜欢惊喜。对，三黄鸡，鸡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肉类，所以我对鸡的嫩度啊，对鸡的这个他们做出来的这个火候，我觉得我都会蛮挑剔的。所以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其实也是挺好奇的。我觉得三黄鸡这个简单。三黄鸡现在我拿来做茶香鸡，这一道是很传统的粤菜，从我学徒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做了。今天终于有机会看到唐师傅做的菜了。它这个是标准的过冷河。把三黄鸡烫水，去掉它的油脂跟那种异味，然后的话我就开始炒糖色我那个卤汁了。用炒糖色的话，卤出来那个鸡那个皮会比较亮。卤汁也是蛮简单的，鸡汤加上生抽、冰糖跟糖、药材。卤好之后的话，把整个鸡放下去，用了30分钟。唐老师，哎，你那个糖色熬得好啊！是吧？我说对面的小家伙没有一个人是熬得出来的，你们学一学啊！被他呛到了，加油！肚子饿了。你饿了啊？马上来。前面天在干嘛呀？哪个？没看明白他在干嘛。他做鸡肉，鸡肉为什么用于虾胶啊？谭老师，粤菜老师吧，我想过，因为他肯定是以传统的烹饪方式，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做传统的三杯鸡去跟他拼传统的广东人做的烹饪的鸡，所以说我想做一道菜品，我之前没有做过的，创新山海风味的三杯鸡。一杯进3的话，其实我只用传统的三杯鸡的手法，爆姜还有鸡肉。那一杯进海，我把海融汇在墨鱼滑，还有虾，然后用法式的鸡肉卷的烹饪方式卷在一起，然后低温慢煮。然后最后一杯是进人世间，
那我利用了百合，还有三杯汁，还有青花